奶粉和鲜奶哪个更营养？揭秘真相。食品安全事件频仍，为了重建人们对食品的信任，我们希望通过网络媒介传播知识和理性，以便在食品安全事件的纷扰中看清真相。一般大众普遍认为牛奶是一种高营养价值的食品，而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奶粉产品，除了面向婴幼儿的奶粉外，还有专为儿童、成人、老年人等不同群体设计的产品。但是在这些产品之间，除了添加不同的营养素外，还存在乳粉含量的差异。那么奶粉的主要营养价值是什么？与鲜奶相比有什么不同？乳粉含量越高意味着越好吗？在2008年中国爆发3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后，许多人开始选择饮用鲜奶，并形成了一种鲜奶比奶粉更好的误解。但是如果我们忽略食品安全问题，奶粉的营养价值真的比鲜奶差吗？有些人认为奶粉经过高温干燥会导致营养价值流失，但事实上牛奶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如蛋白质和钙不容易受到高温影响，因此奶粉的主要营养价值并不会因为加工过程而受到影响。比较市售全脂鲜奶和全脂奶粉饮品的营养成分，我们可以发现在相同热量下，蛋白质和各种矿物质包括钙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异。而就维生素含量而言，全脂奶粉饮品甚至可能比全脂鲜奶含量更高。指出与鲜奶相比，奶粉并不是所有营养素的含量都会更低，有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在强化后的奶粉中的含量可能更高。另一方面，社会掀起一波关于奶粉乳含量的讨论，起因是相关研究机构和上下游新闻团体对市售成人奶粉产品中的乳含量进行了调查，发现许多产品的乳含量仅有60%至70%。政府机构制定了鲜奶、保酒乳、调味乳饮品及乳粉品名及标识规定，要求市面上的奶粉产品中，除了仅添加生乳中所含的营养素之产品外，如果添加了其他营养成分或添加物，乳粉含量必须达到50%以上，并在外包装明显位置标明乳粉重量百分比。然而，乳粉含量越高，是否就意味着更营养？比较纯脱脂奶粉与市售乳粉含量较低的高钙奶粉，以脱脂奶粉为主要原料的调制奶粉，乳粉含量60%，发现在热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尽管调制奶粉饮品的蛋白质含量较少，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但该调制奶粉产品标榜高钙，其钙含量确实是普通脱脂奶粉的2倍。此外，它还含有一般乳制品中缺乏的膳食纤维，因此乳粉含量较低的产品，并不意味着所有营养价值都低于纯乳粉，只是营养成分的组成有所不同。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医生的建议进行选择购买，这可以分作2点来讨论。一、添加到奶粉中的营养素。关于添加到奶粉中的营养素是否真的能被人体吸收，还存在一些疑问。牛奶是钙的良好来源，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钙的含量较高，还因为牛奶中含有乳糖，有助于钙的吸收。其他营养素是否真的能被人体吸收，就有待研究证明讨论了。2、添加到奶粉中的微量营养素。添加到奶粉中的微量营养素，如矿物质和维生素，我们的身体具有自然的保护机制，如果摄入的矿物质浓度过高，身体的吸收率就会下降。因此，一般人如果能保持均衡饮食，其实并不需要摄取特别添加营养素的奶粉，除非经医生判断确实存在营养素不足，并且无法通过饮食补充，可能才需要选择特别添加营养素的奶粉产品。奶粉与鲜奶的主要营养价值并没有太大差异，乳粉含量较低的产品，并不意味着所有营养价值都低于纯乳粉，只是营养成分的组成有所不同。